玛利亚的母亲做了一个可怕的梦，她梦见女儿被拖进了一片漆黑的森林，森林深处有一个破旧的谷仓，还有一只红色的鱼缸。她惊醒后，一把抓起手机给女儿拨了过去，可电话那头却没有人接听。她又发了一条消息：玛利亚，如果你现在不接电话，我会急死。几秒后，屏幕亮了。妈，你疯了吗？我早上还要去上班。母亲的心慢慢平静下来，可是她不知道这场梦会变为现实。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梁赞市，这座位于莫斯科东南方的城市是25岁女孩玛丽亚·米西娜生活的地方。2010年9月，玛丽亚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，因为她的男友亚历山大·皮马辛向她求婚了。她不但答应了男友的求婚，而且决定马上举办婚礼。婚期选在了10月2日，他们挑选了婚纱，预定了餐厅，发送了请柬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。可他们偏偏想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婚礼主题：大师与玛格丽塔。这是一部关于魔鬼和女巫的小说。小说中，玛格丽塔为了救出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大师，放弃了人类的身份，在撒旦的舞会上变身为女巫。他们的婚礼就像模仿撒旦的舞会来布景，黑猫、满月、烛光和复古的哥特服饰。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浪漫的决定，但实际上宴会中藏着诡异的情节，对应到了玛利亚未来的恐怖遭遇。玛格丽塔放弃了人类的身份，相对应，玛利亚也将失去生命。小说里的婚礼并没有真正举行，只是精神永久的结合了。所以这场婚礼注定不会举行，而是变成一个恐怖的诅咒。亚历山大·皮马辛就是那个被安排扮演大师的人，他的身边几乎没有朋友，玛利亚对他来说就是一切。而玛利亚从未谈过恋爱，亚历山大是她的初恋，他们在别人的眼里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。2010年9月6日，玛利亚的妈妈接到了亚历山大的电话，玛利亚在昨晚失踪了。玛利亚的母亲差一点晕倒，她立刻想起了那晚的噩梦。玛利亚的父亲出发赶往梁赞市区。与此同时，梁赞警察局也接到了报警，亚历山大说自己的新娘失踪了，并提交了一份失踪声明。声明中写道：2010年9月5日，我的未婚妻玛利亚·米什纳在我的公寓里待到下午4点，然后她去了商店，预计晚上7点返回，但她却再也没有回来。不过玛利亚是一位成年人，警方并没有马上展开搜索行动。玛利亚刚刚失去联系的时候，亚历山大询问了周边的朋友们，他们认为这是玛利亚自己躲起来了，她可能举办了一场没有未婚夫的单身派对，所以玛利亚会自己回家的。但是亚历山大却很担心，他开着一辆租来的车，一边哭泣，一边在梁赞周边寻找自己的新娘。很快，亚历山大的行动感染了其他人，玛利亚的朋友们也加入了搜索队伍。几辆车同时在寻找玛利亚，可什么都没找到，也没有线索，仿佛玛利亚消失在了空气中。玛利亚的父亲谢尔盖在9月6日上午也赶到了梁赞市区，他坐在女婿的副驾驶上，一起寻找女儿。直到9月9日，警方才正式确认玛利亚失踪了。然而，此类案件中，警方最先怀疑的就是最后看到失踪的人，所以警方认定的第一嫌疑人就是亚历山大。他们对亚历山大进行了多次传唤，虽然他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，但还是被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随后又对他的公寓进行了彻底搜查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使用了特殊设备，不过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证据。按照亚历山大所说，他详细的描述了所有的行踪，他去了哪儿，拜访了谁，寻找玛利亚的路线又是什么样的。警方也一一核实了他的证词，并没有发现他在说谎。可亚历山大没想到的是，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，那是租车行的安全设备，它清楚地记录了亚历山大的所有行驶路线。当亚历山大在搜索玛利亚的时候，曾经在一处森林里一动不动停留了30分钟，而证词中却只字未提，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。当卫星提供的路线数据摆在他面前时，亚历山大表现得很平静，他不承认自己是凶手。看了看路线数据，亚历山大只是冷冷地说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警方在森林里以1公里的经度范围确定了位置，然后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索。在一小块森林的空地上，他们发现了一个被树叶盖着的小土丘。如果再晚来1周，这个土丘的痕迹就会被大自然完全覆盖。搜索队挖开了土丘，在大约半米深的地方找到了9个黑色的塑料袋。
毫无疑问，这就是玛利亚。她被整齐地包装着，黑塑料袋的里面还用了纸质材料。这种复杂的包装方法，说明罪犯要么特别谨慎，要么他对受害者有某种复杂的感情。很快，检测结果证明，找到的正是玛利亚。她没有成为新娘，而是死在了婚礼前夕。一个恐怖的真相浮出水面：亚历山大开着租来的车，在城市的街道上边哭边寻找新娘时，他的新娘其实就躺在后备箱里，有黑塑料袋装着。如果车上没有安装卫星定位，没人会怀疑凶手就是新郎。那么当晚的真相是什么呢？亚历山大说，他勒住了新娘的脖子，但是并没有杀死她。可是半个小时以后，他突然发现玛利亚停止了呼吸。他试图为玛利亚做心肺复苏，但是失败了。这一切都是一场意外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就是亚历山大精心策划的了。他表现得非常平静。两人的婚礼本该准备黑猫、蜡烛和哥特式的婚纱，但他却去了五金店买了塑料袋、电锯和胶带，就像《大师与玛格丽特》里的剧情一样。只不过这是一场真正的撒旦舞会。亚历山大返回了家，在浴缸里有条不紊地销毁了所有的证据，然后将证物装进了9个包装。他又去租了一辆车，整个过程中他的表情十分平静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最后他将包裹放在了后备箱里。在收拾好现场后，他的表演开始了。开车绕过整座城市寻找玛利亚，他在每个人面前哭泣装可怜，让玛利亚的家人和朋友成为他的不在场证明，甚至连警察都不愿意相信他就是凶手。其实玛利亚的遗体就藏在他的后备箱里。亚历山大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，他将作案时间与寻人时间合并在了一起，一边哭着寻找玛利亚，一边冷静地寻找抛尸的地点和时机。就在梁赞城外10几公里的森林里，他把自己的新娘埋葬了，而人们还以为他整晚都在找玛利亚。小说里的玛格丽塔骑着扫把离开了尘世，可是在现实中，她不能救走自己的爱人。玛利亚的性格与亚历山大相反，她很开朗，是个善良的女孩，身边有很多朋友。在婚礼前，其中一位朋友说，玛利亚，你选的未婚夫真是太乐于助人了，什么事都答应，没有异议。玛利亚并没有感觉到这有什么不正常，正是因为这样，她才爱上亚历山大的。这位朋友再次提醒玛利亚，亚历山大还有些狂躁，可是玛利亚却回答，你应该少看电视。虽然玛利亚没有听从朋友的警告，但是随着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，她越来越能感受到亚历山大对她的掌控。玛利亚逐渐在生活上失去了自由，她开始怀疑这个男人是否是真正的选择。她对父母说，有时亚历山大的表现让她感觉到不安。可是那晚公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导致亚历山大突然掐住了玛利亚的喉咙，已经不得而知了。亚历山大只承认那天是一场意外。2012年6月26日，法庭宣判处以亚历山大10年刑期。相对于玛利亚年轻的生命来说，这一判决无疑引起了人们的不满。不过早在2018年，亚历山大就提前释放了，他比实际刑期还少了大约3年。以小说为主题的婚礼从未举行，但他却留下了一个神秘又危险的故事——梁赞新娘。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